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2月15日下午的17点12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还是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表现啊。道指呢昨天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那回落的时间呢正是今天凌晨3点钟啊，在这个时间呢，美国公布了一个加息50个基点。那在加息50个基点基础上呢，美股道指呢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下行动作。那我们通过这段时间观察啊，只要美国加息，道指就死给你看啊，就跌给你看。那么行情走到这里呢，我们在日线级别上观察到了道指呢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筹码密集区。这个筹码密集区呢是去年5月份啊震荡过来的一个波谷连线啊连接过来的一个位置。那么行情在周线级别上，我们观察到啊，从28746啊低点这个位置，也就是波谷连线这个位置发动了一轮反弹。反弹的时间周期呢是周线级别的反弹。周线级别反弹之后啊，在筹码密集区反复震荡。那么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原理啊，在这个位置上非常容易出现一轮回落行情。回落的时间级别呢是日线级别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啊，这一轮从12月5日开始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和八阶阴线，但在CPI 数据公布和加息数据公布之后，出现了一定的反弹，并且建立了一个新高。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非常容易出现一个左低右高的一个晃骗性的 M 头的结构啊，左低右高的一个 M 头的结构。那么后面的行情当中容易走出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如果日线级别下跌西游走出来之后，容易走周线级别的下跌。周线级别下跌会让道指重新回到下跌通道，并且这个下跌如果加剧的话，行情非常容易走出同步于2020年2月份的这轮急速下跌行情。所以呢，这段时间是道指风险逐渐积聚的时间点。那么我们回到比特币，昨天我给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位啊，这个大家可以回看昨天录像，或者在我的 Telegram 群里面啊，Telegram 群里面都可以看到啊，18300美金。为什么给出这个位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压力位呢？原因就是啊，从今年9月份啊波峰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啊，在18300美金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压力。所以呢，昨天我建议大家在18300附近开始埋伏空单啊，有埋伏的同学应该有一定的获利。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看到啊，震荡过程当中4小时级别上底部形成了4次等位置波谷，4次等位置波谷，按照我们江恩的波谷法则是应该有一轮的下跌的。行情走到这里面没有出现下跌啊，没有出现下跌之后，我们看到行情走出了一个收敛三角形，在接近收敛三角形的这个位置上啊，出现了一定的反弹。反弹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4小时级别上涨西游，4小时级别上涨西游之后，行情站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均线系统。这个均线呢，就是4小时级别的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同时呢，我们看到均线在这里出现了一定粘合啊，粘合之后发动了一波上涨。然后昨天给出了一个不止昨天啊，因为它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悟空阳线之后，我给出了一个信号，就是这个位置上可能发动一波日线级别上涨。但是虽然有可能发生日线级别上涨，但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阻力位啊18300在这个位置上，所以呢，到达18300，我们仍然要布局一个空单啊。原因是本轮行情仍然处在一个非常明显的熊市行情当中。首先呢，我们看周线级别上啊，在11月份啊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在这个悟空阴线指引下呢，后面的行情当中可能出现八阶阴线、沙僧阴线、周线级别的唐僧阴线，最终呢走出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到达我们目标点位16500。周线级别是这样的。同时呢，我们观察到日线级别的均线啊，日线级别上均线系统144均线和169均线啊，在19000美金附近构成了一个压力。同时呢，它处在一个下行的趋势当中。所以呢，整个行情无论是从 K 线西游战法来说，还是从均线系统来说，大的时间周期上仍然是一个下行趋势。只有行情突破2万美金之上的情况下
才是一个多头得以发育的行情。那么在2万美金下方18300到19500美金这个区间上，是我们布局空单的一个非常好的位置。把握趋势，趋势是下行趋势，找到位置，位置是多层压力位。我们看到了波峰连线构成了一个压力位，均线构成了一个压力位，同时从6月份波谷连线也在这个19000美金构成了一个压力位。所以呢，在反弹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压力重重，起码有3座大山。在这种情况下呢，随着反弹的继续我们应该布局我们的空单，除非行情出现了反转，除非打到了我们设置好的止损，我们才低头认输等待行情发生2万美金以上的突破之后，才可以做多。那么对于合约是这样，对于现货来说今天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已经到达我们给出的12月15日了年底12月15日之前，我一直认为今天是一个比较好的布局现货的一个时间点。那么现货呢是可以慢慢的布局进去为什么仍然有下跌趋势，你还要布局空单布局现货呢？原因就是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找到行情当中的最低点，这个最低点呢只是我们估计出来的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每轮行情比特币的最大跌幅呢都是在85%，那么如果这轮行情跌幅在85%的话它的低点应该是在10500。虽然有这样的预期，但是如果我们手中没有现货没有和行情构成关系的话，就非常容易错过有可能发生反转的这个行情。所以呢，对于现货来说要有一个仓位，对于合约来说，我更多的建议还是慢慢的布局空单。布局到什么位置呢？我认为在19500美金以下分仓式布局建立你的空单就可以了这并不完全相反。有的人说你前面行情当中反复提出的一个观点就是你要么做空头，要么做多头，对吧？但是在这个底部缓慢出现的这个时间点时间段我们还是要手里面有一些现货的，因为现货行情我认为低点到明年年中的高点起码有2.5到3倍的这个利润在里面。那么对于空头来说呢，现在是下跌趋势，你要有一小部分的合约仓位通过合约仓位空头的合约仓位，现货的你的分布式进场你和行情最终呢才是能发生关系，和行情发生关系之后，涨跌都与你有关，你能更好的控制仓位，更好的掌握在行情当中布局的位置，从而在波动当中获利所以呢，对于多头现货现在这个时间点到来年1、2月份是开始布局的一个时间。那么对于空头呢，我们看到上方3重压力位所以呢，空头合约你也要有一定的仓位。当然我认为出于安全考虑现货的仓位应该略大一些那么比特币的长期牛市每4年一个轮回今年的底部有可能在年底的时候很快出现所以呢在下跌的过程当中逐渐摊低自己的现货成本，在反弹的过程当中逐渐摊低自己的做空成本所以呢随着波动因为行情始终是处在一个动态的变化当中所以呢随着波动要逐渐把这个成本降下来，那最终呢可能到达我们的目标点位，或者没有到达直接反弹上去了，你不至于错失行情那么目前呢，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我们看到上方压力位是由波峰连线连接过来的这个是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日线级别的。
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上方是存在压力的，所以呢，目前处在一个日线级别下跌的过程当中。同时呢，周线级别我们观察到9月份这根阴线叫悟空阴线，后面所有的震荡呢都叫妖怪 K 线。妖怪 K 线呢，对我们行情的判断，对我们下跌方向的判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干扰性作用。所以呢，在悟空阴线出现之后啊，我们有巴金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的一个预期，最终行情有可能做出平行于6月份这轮下跌的一个动作。所以呢，未来是看空以太坊的，特别是看空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啊，所以呢，以太坊可能会有一个加速下跌的过程。然后我们回到以太坊本身啊，对 USDT 交易对上来。打到这个交易对上，我们看到啊，日线级别上啊，一个箱体结构动作，然后发动突破啊，分别突破了一个崩峰连线，一个1440均线，一个1690均线，最终在$1700附近，也就是4877点高点啊，波谷连线连接到这里，在1700点形成的一个压力之后，发生了快速下行动作。下行动作当中，我们看到日线级别悟空阴线出现了，巴金阴线出现了，巴金阴线走出来之后发生震荡，并且在接近收敛三角形的这个位置上发动了一定的突破啊，但是它的突破呢，几乎同步于比特币啊，是一个4小时级别的上涨。相对于美股来说，比特币和以太坊都是非常弱势的，因为我们在美股行情当中已经观察到它是一个周线级别上涨，那以太坊和比特币啊都是一个4小时级别的上涨，没有构成日线级别。所以呢，在行情当中，我们观察到上方是存在一个1440均线和1690均线，在$1400啊这个位置上是有压力的。所以呢，布局空单之后，我们有预期啊，在这个焦点的这个吸引力的作用下，也就是一个黑洞的作用下啊，价格会逐渐走低到$1100。如果跌破$1100，我们看到前面日线级别的这个下跌息油可能会走出一个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啊，最终啊日线级别下跌息油目标位是在$800附近。那么行情如果出现周线级别下跌息油的唐僧阴线呢？啊，因为上方有一个悟空阴线组、巴金阴线组、沙僧阴线组，那么下方如果出现唐僧阴线的话啊，很快啊这一轮行情的周线级别下跌就最终可能出现。如果周线级别下跌就出现，行情有可能出现平行于4到6月份的这一轮的下跌啊，所以呢，我们给出了一个$260的一个目标位啊，暂时还没有发生变化。之前我们观察到啊 BTCST 啊这个币种呢，随着比特币的上涨，往往是滞后于比特币啊出现一轮拉升。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啊 BTCST 啊这个币种呢出现了一个快速的跌幅，那么今天的最大跌幅呢达到58%啊，这样的大幅下跌呢，原因是币安下架了 BTCST， 导致了它的急速崩盘，价格出现了雪崩。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啊，它有没有机会呢？我认为首先呢，我们要看啊它的一个下跌的时间级别。我们打到15分钟线上啊，看它只有2根阴线就走了下来，所以呢它不构成15分钟级别下跌。那么我们打到5分钟级别线上呢，看到啊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啊，跌破了一个平台期，然后巴金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啊，最终呢它是一个5分钟的急速下跌。那5分钟急速下跌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反弹。那么行情它在这个位置上因为它是在别的交易所也有可以交易啊，它下架币安之后啊，可能会形成我们之前说的一个叫浪子回头。那么之前观察到FTT Luna C 甚至是SNX 都出现了一个BNX 都出现了一个浪子回头的一个结构。那么 BTCST 在下架之后呢，也有可能走出浪子回头。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首先呢，要耐下心来，等待它的一个下跌完全结束均线完全跟上来之后再进行布局进场。比如说 FTT 这个币种我们是看到4小时级别均线已经完全坠落坠落之后呢，我们看到价格也就是 K 线不断跟上来之后最终呢K 线和1440均线和1690均线最终构成粘合之后它才出现了一个因为利好而产生的一个反弹。那么我们之前看的那个LUNC Luna C
也是这种情况啊，近似于这种情况，也是它不断的 K 线出现粘合之后，也就是 K 线系统和均线系统发生粘合之后啊，发生了一定的反弹，并且啊，它的反弹力度非常充分啊，达到20%啊，这个位置是20%，前面还有一波行情呢。我们看到前面还有一波啊，这个位置的反弹呢，我们看到非常巨大啊，600%的反弹，所以呢，对于这种快速下跌之后的币种啊，它都是有机会在熊市当中出现浪子回头，但是你要布局的时候一定要有耐心啊，等待它均线和 K 线啊相互缠绕啊，相互粘合。无论你是缠论还是海龟战法，甚至是我的 K 线休战法啊，都包括这种均线和 K 线出现粘合的情况。那往往现在的这个时间啊，下跌之后呢，还有可能出现下跌，或者是有一定的反弹，但是你非常不容易在这种巨大波动下获得利润啊，你进场之后会非常担心，甚至是无法设置止损，这种情况下呢，你就面临着巨大风险啊，所以呢，对于 BTC ST 这种下架币安之后的操作手法，一定要耐下心来，等待它趋势走缓，有了止损位之后啊，再介入它的浪子回头的可能性。那行情当中浪子回头啊，这些涨幅往往都是非常巨大的啊。我们在 FTT 上啊看到了啊，它的这轮反弹啊，最大的反弹幅度达到50%，这是非常弱的。那 Luna C 呢，它反弹我们刚才看了啊，达到了600%啊，600%。所以呢，我们不急于抓这种币种啊，耐心等待它跌到位置之后啊，均线出现粘合之后啊，再考虑进场。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啊，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同时呢，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感谢大家，再见。